環球大戰線深入世界最前線，全球各地的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葉思敏。我們節目一開始先歡迎來賓陳立委、蔡正元委員。思敏好，大家好。國際情勢專家賴岳謙老師。主持人好，觀眾朋友大家好。陸軍退役少將李正傑將軍。思敏好，各位觀眾大家好。觀眾朋友，今天節目一開始，我們要先來關心到的是，現在習近平在震撼軍權嗎？今天特別來關心到的是，在張又俠跟劉振立落馬之後，現在大家在討論的事情是，是否有踐踏軍委主席這個負責制的這個制度曝光哦。那麼傳現在軍中恐怕爆出辭職潮嗎？今天就這些議題，我們一起的來做關心。在爆發了這件事情之後，我們看到德國之聲是馬上做了一個評論，他說張又俠跟劉振立落馬之後，解放軍報這個1月25號的社論特別講到了說，這兩位現在正在接受審查調查，算是習近平2012年上任以來反腐行動的再一次的勝利。不過呢，今天特別來看到的是他的文章第二段，德国之聲的文章第二段也特別寫到了5個嚴重，幫觀眾朋友稍微念一下。這當中包括寫到，嚴重辜負了黨中央、中央軍委信任的一個重托，還有嚴重踐踏破壞軍委主席負責制，甚至是嚴重助長影響黨對於軍隊的絕對領導等等。今天特別做關注的原因是因為他這當中特別提到的是嚴重踐踏破壞軍委主席的負責制哦。我們先來看到為什麼解放軍報這時候對這兩位所提出的5個嚴重，那麼剛剛特別提到的嚴重違背的主席軍委制度，這個又有什麼樣子的影響？賴老師怎麼看？是這樣子哈，因為我覺得張又俠他本身一直受到習近平很高度的信任，充分的信任啊。這個也可能跟他們的成長環境有關啊，因為他的父子輩，他們基本上在過去是同事，都是在陝西啊。我們也看到這個習近平的父親原來在陝西是非常有影響力的。後來紅軍當時2萬5千里這個我們這邊叫做他們逃往大陸叫做長征的這樣的一個2萬5千里的運動中，到了陝西落腳的時候，本來習近平的父親他基本上是可以有比較大的影響力，但是呢，他們非常遵守黨中央的這個，也就是黨對軍隊的領導，所以他馬上把這個整個權力交出來，也就是由當時以周恩來、毛澤東等為中央的這樣的一個指揮領導，所以奠定了一個非常好的一個典範。這個是後來所有的共產黨那邊在黨的軍隊裡面跟黨的制度中，對於習仲勳就習近平父親的評價一直非常高，因為他的父親一直非常嚴守這個黨的倫理、黨的行政的紀律。張又俠的父親在當時也當過相當高的職位，那麼到這個1949年吧，還是一個上將而且當過副總參谋長，就是地位都非常高，也當過總裝部的部長，也是陝西人，在這個地方也曾經戰功也是很顯赫，所以我個人覺得他們一般估計他們很有可能都在大院裡面長大，那因為這個習近平的父親最後是當到副總理嘛，地位是比較高的，然後他的張又俠的父親的地位是比較低一點的副總長的這樣的一個地位。可是我覺得他們一塊長大的情形下的時候到後來他們又開始習近平開始回到中央，因為本來一直在地方當大員嘛，在福建這個地方工作了很長的時間，那開始回到中央去工作的時候，張又俠一直非常受到習近平的重用。那一般來說，習近平對他是很信任因為是紅二代，紅軍的第2代那也一直很信任，所以很多的權力事實上是由他來去處理軍隊的事。張又俠其實在軍隊裡面是有貢獻的，所以你看到他們講的毛澤東時代的幾個案例中，就是不能夠因為你有功勞而去破壞了哪一些制度，或者有涉及的貪污腐敗，那功過之間不能夠相抵的有這樣的一個講了很多案例，我覺得這個都是有指涉性的一個訊號。我個人認為說，第1條跟第2條他會列出來，主要的就是習近平對張又俠這麼的信任，那張又俠就應該要完全的忠誠的執行這個習近平的一個指示，甚至要對習近平負完全的責任。可是我們看到後來這麼多的人事的弊案
這麼多的人事弊案，很多人都是跟張瑞霞有關的，也可能是張瑞霞推薦的，或是提名的，然後最後由習近平拍板定案，那都是信任嘛。我就說他信任張瑞霞，接着就委託給他來去，結果怎麼會一個一個弊案都出來？最後涉及到的是系統性的貪瀆案，那這個就已經違背了習近平對他的一個信任了。我覺得這第一個。第二個，為什麼會提到您剛剛講的破壞軍委主席負責制？我的推斷了哈，就是有很多的決策或者有很多的公文應該要送到軍委主席來批的，那很有可能因為大家都知道這個習近平對於張月霞的信任，很有可能很多公文或者很多的決策。那張月霞就說：“我負責到這裡就可以了，沒有往上送。”我的推斷了，這個都是完全沒有根據的，對啊，沒有任何根據。那合理的推斷就是說，有很多的決策應該是要送到主席，但是卻變成是在副主席就代行就決行了。這個在我們台灣的軍方也發生，其實在過去的國民黨也曾經發生啊，也就是說，常常在軍方裡面代為決行的這種情況是常常出現。那換言之，也就是說。如果說有一個啊，例如說本來這個文應該要送到國防部部長，但是這個總長比較強勢，他很有可能就是說我說了算，我負責。對。啊，那就公文就不送到部長。我過去在部長那邊啊，在國防部工作過，啊，也工作過一段時間，也幫部長他們草擬一些文案啊法案，所以我很清楚知道啊，這個在有些地方你碰到比較強勢的一個幹部的時候。他有的時候，他就是說我說了算了，我定了就沒有往上送。那底下的人不敢講話，那主席或是這個老闆、大老闆不知道，因為公文沒有到他那邊來嘛，或者很多的決心沒有到他這邊來，下面人就把他擋掉了。這個在我們台灣的軍隊裡面也過去也曾經常常發生過這種事情。我覺得這個部分很有可能在解放軍也發生了，所以才會出現這種第二條，就嚴重的踐踏、破壞主席軍委主席負責制。也就是應該由主席來做決斷的，很有可能副主席就代行決行了。那這個就破壞了主席負責制。好，所以我們看到這一回張幼霞落馬的原因很多，當中包括違背了領導、違背了主席哦，那還涉及到說各種的，或許有涉及到的貪腐案。那另外就是說，他落馬之後，接下來的位置會由誰來遞補上？等一下我們請委員來帶我們看，習近平會不會拔擢一些比較新的軍系人馬呢？等一下一起來看。我們先來看到是，如果是依照台灣的這個國防安全研究所的分析，依照中國的國防法的話，一般來說，懲處這一些涉案的高階將領是由中央軍委的職權來做的事情。尤其回顧一下，當年在2025年，也就是去年10月的時候，何衛東落馬。那時候的官宣是寫的是黨中央還有中央軍委來做決定，開除他的軍籍。但是我們看到今天這個張幼霞跟劉立東落馬，卻官宣只說是黨中央，並沒有提到中央軍委哦，這是第一個問題，就是。等一下請教委員，為什麼沒有提到中央軍委？這第一個問題。第二個問題就是說，那接下來會有誰來遞補上呢？這個位置，中央軍委現在這個圓滿編是7個人，那4中全會之後只剩下3個人，當中包括了習近平、還有張幼霞、還有副主席張升明跟劉立東等人。那麼現在軍方將領出身的中央軍委，唯一現在看得到的只有張升明，委員怎麼看？一定會遞補中央軍委，因為這個中央軍委的體制在共產黨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體制上啦，是一個體制性的機制，所以人員會有出缺，但是體制會存在，所以中央軍委應該還會再找新的人來遞補啊，這個不用去特別擔心他找不到人，他可能再想一想看誰比較適合，賴於謙啊。還是李正傑哈，在挑的當中啊。謝謝你啊。這個幽默一下，幽默一下。目前為什麼沒有用中央軍委的名義？因為人數不夠，所以就沒有辦法用中央軍委開會來決定。因為如果中央軍委決定，就是中央軍委的人數開會決定。那現在人數不夠嘛，所以不可能中央軍委來決定，就由黨中央來決定。因為對於這個共產黨的體制來講，黨中央的位階是在中央軍委之上啊，而且他們自從毛澤東在古田會議之後，一直都踐行一個制度，只准黨指揮槍，不准槍指揮黨，就黨大於槍啊，軍隊只能聽啊黨的命令。
黨對軍隊有絕對的領導啊，就是不許異議。這個很類似歐美國家哈所主張的一種概念，就是文人領軍啊，只准文人指揮軍人，不准軍人指揮文人啊，大概就是同樣的概念啊，同樣的概念啊。那這是一個現代化社會的一個運作方式，因為現代化的戰爭啊，它動員的舉國的力量有時候不是軍人所平常接觸的範圍嘛，而且很多戰略安全的考慮哈，現在那些軍事安全專家非常的多哈，所以才會有類似這樣的一個轉型。但共產黨轉型就是他想要變成一個政治的軍隊，一個革命的軍隊，所以他不可能用傳統的那種什麼馮玉祥啊，這個孫傳芳那種運作的方式哈，所以這是一個很大的一個改變啊。會提拔新的軍系人馬，而且他可能要回避到舊的團體，因為解放軍長期以來就一直有幾個問題，習近平是想要打破它。好，第一個問題啊，就是大院子弟。什麼大院子弟？剛才賴教授有提到哈，就是我們大家同一個這個幹部院子裡面長大的小孩，然後別人再怎麼努力都升不上去，可是你只要是我的誰，下個條子就一直升上去。所以解放軍的升遷制度很明顯的被這個大院制度所破壞。那第二個就是從解放軍習近平上來以後，才發現原來在江澤民跟胡錦濤時代，解放軍的貪污這麼厲害啊，嚇死人啊！所以習近平覺得說，如果再這樣下去會亡黨亡國。所以他就動手來整頓，那整頓到現在這麼龐大體系，已經整頓10幾年了哈，這個還沒有辦法有好的結果，其實我也蠻訝異的哈。現在張又俠跟劉振立啊，從他的裡面所謂5個嚴重，我的感覺跟判斷分析是認為說有2個問題，第一個是抗命，抗命有嚴重的抗命，不是普通的抗命。到底什麼抗命，現在並不知道啊。那第二個呢，就是他有在軍隊裡面搞自己的派系，所以才會有類似這樣的一個情形，就自己人拉拔，不是自己人就不准拉拔啊。沒有軍隊裡面要講功績制啊，誰有多少成績、多少成就，然後多少這個記功嘉獎，以這個來作為升遷標準。那可能解放軍很多這樣被破壞掉了，而這個是違背習近平的一個主張。習近平最成功的地方哈，就是在黨內啊，你注意看哦，他黨內的政治局委員，他的政治局常委已經沒有沾親帶故了，已經沒有紅二代了。哦，這很不容易啊，你要知道哈，對吧？因為有時候紅二代就我爸爸是一條龍，我就是一隻虎哈，所以什麼職務都要哈。那對習近平來講，他是覺得共產黨要往更現代化去走的話，這種情形就不存在所以你看政治局委員裡面就找不到有沾親代，而且沒有紅二代，有了一個就習近平，其他沒有了。所以習近平這個改革真的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那軍隊裡面其實這種沾親帶故在解放軍裡面更嚴重國民黨的軍隊以前也是啊，現在經過他們軍官學校訓練了以後，像到賴教授啊這個厲將軍，他們這個時代已經很少了已經很少。我覺得這是個進步了那你說把這麼大的官給開革會不會很嚴重？當然是很嚴重。可是美國才發生啊，那個川普一上來就把那個聯席會議主席給開革了，米勒是不是？對，就把他開革，還要把他移送法辦，我覺得實在是很搞笑所以各國都會有類似的情形。但是習近平只要有心改革，解放軍就是一個能戰的軍隊。否則解放軍如果他的軍中的職務是靠人事關係。靠這個賄賂而來的，如果真的要他打仗，他怎麼會打仗？是他保本，他幹嘛跟你打仗？會有類似這種情形。那我認為他沒有所謂的削弱軍方權力，因為本來這個解放軍的制度就是要調動一個連都要軍委會主席手令才能夠調動那這個弱化軍隊的權力不會啦，因為黨指揮槍權力在黨，不是在軍隊，所以他們每一個軍隊裡面都有一個指揮員，然後再加上一個政委那政委其實也是軍人，不過政委直接聽黨的那任何命令都要2個人簽字才能夠執行。這套制度自從在那個蘇聯共產黨開始實施一直到中國共產黨，這個是一個很成功的
確保軍隊是一個政治的軍隊，也確保軍隊聽黨不會變成各自山頭哈。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體制啊哈。那所以我是覺得沒有所謂弱化軍隊，也沒有所謂習近平想要大權獨攬啊，他也沒那麼多時間了啊，所以還是要把這個制度運作起來。那可能張又俠真的出了很大的狀況，要不然不會立案審查調查。對，但是絕對沒有像那個《華爾街日報》所講的什麼洩露核子機密，那根本亂講一通。為什麼洩露核子機密不是立案審查調查？直接投到監獄裡面去了。是好，所以看到習近平針對這一次解放軍的內部做了一個大改革，那讓這個張又俠現在看起來劉正立都落馬。那可是現在也有傳聞說，是不是接下來中國大陸的兵變會再起來呢？等一下請酈將軍來帶我們看哦。那現在有關於這一種流言，其實有2個不同的這個看法。有一個看法是說，包括你看到東西戰區都已經轉發消息啦，但是我們看到北部、南部、中部戰區還有火箭官方賬號是沒有聲音的。還有一個說法，是不是軍中內部已經爆發了所謂的辭職潮呢？尤其是因為張又俠在軍中的威望非常的高哦，那落馬震驚了軍隊，引發了這個團處級以上的軍方的這些軍官非常的恐慌，所以引發了離職潮。有沒有這樣的可能性？將軍在軍中多年，你怎麼看？我覺得這很明顯的就是一場權力跟人事的鬥爭哦，可能性是很高的。其實是只要是人在一起哈，就會拉帮結派，這是免不了的。甚至於說是我們在外面政治圈上面也看到是如此嘛。誰是誰的人馬，誰是誰的子弟兵哈等等，我們在台灣的政壇上面經常看到這種報道。然後我跟各位報告，尤其是軍人來講更是如此，因為軍隊是要集體在一起打仗的，所以上下要求的是一心哈。我們講說軍人要有3信心，是哪3信心呢？第一個，你要信仰你的長官。第2個，你要信任你的部屬；第3個，你要具備自己對自己達成任務的自信。這就是3信心。所以一開始我們到軍中就要求你要信仰長官，你也要信任部屬。那所以說我們在軍中經常聽到什麼馬家軍啊、張家軍啊，好等等，是包括我們台灣在內。我們台灣到現在也會經常說是，你是哪一個師出身的，他是哪個師出身的，就以前的部隊。那我們也經常聽到一些話，誰是誰的老闆哈？你的老闆是誰？你的老闆這個上去了，你就有機會飛黃騰達。我想這是人性哈。那這次來講，特別這個讓我們感到，我認為為什麼會認為說是有可能是人事的鬥爭在裡面，因為是依據這個第31集團軍的一個爆料。為什麼特別強調31集團軍？31集團軍是誰的這種班底出身的呢？就是苗華跟何衛東哈，這2個已經被拔掉了。那這個爆料的這個人是不是這個對他的老闆打抱不平，說你把我老闆弄掉了，我現在就爆你的料哈？有沒有這種可能性在裡面？大家要知道，当初这个苗華跟這個何衛東哦，事實上是比較這個等於講起來是習近平比較親信的人馬，那可能是有一些把柄哈，這個落在這個張又俠的手上。聽說是他們收賄誰呢？收賄這個李尚福哈，所以讓李尚福提名他去當國防部長，所以因此這個把柄落到張又俠的手上，那張又俠就告御狀。跟這個跟習近平告御狀哈，習近平不得已就揮淚斬馬謖哈，把他們兩個。那在這種狀況之下，那張又俠當然剩下，如果說是這2個他的政敵被弄掉以後，軍中的其實也算政敵了哈，軍敵好了，對，被弄掉以後，他就獨攬軍中的大權嘛，又是副主委的身份，所以他權力過大來講，就可能會對軍委主席，也就是習近平，造成負責任制度的一個破壞哈，就是剛剛像這個賴老師所講的，會不會就是架空的主席？有個公文到這邊來我就批了，甚至尤其是在人事上面更是會如此的作為。那培養他自己體系的人馬，利用這機會他培養出來。那當然對習近平來講，是可忍孰不可忍。那當然這個逮到你的一個機會，甚至於是不是有可能傳說中是這個洩露了核武器的這個機密給美國哈，或者是說這個貪腐等等啊，總是你張又俠可能有一些把柄又落到了習近平手上。可是我覺得現在外面傳說中會不會有兵變啊、政變啊，這些都不太可能的，因為已經過了1個禮拜了。
如果要出事，早就出事了，不會說1個禮拜以後才出事。我覺得現在反而習近平他可能可以在軍權方面可以獨攬大權，對他來講哈，他可以在這方面這個可以好好的對軍事方面做一個整頓，然後做一個整肅。當然有一些原來是這個張又俠的人馬，可能一看我老闆都倒了嘛，那我就乾脆辭職，我就不幹了啊，或者是說他自己本來也有一些把柄哈，在軍中，他利用這個機會趕快辭職，趕快走掉。其實我們台灣也有這種現象了，有一些人可能這個有些把柄或者有些貪污的證據快出來以後，趕快辭職走人哈。那當然有些人認為說，我往上面發展，我老闆倒了，我往上面這個再往上發展的機會無望哈，所以他也可能利用這個機會就辭職走人。這很單純，只是人性上面對自己的職務的安排一種的觀念，但是我想說牽涉不到這個更深層的所謂政變啊這些陰謀，大概不可能。是，好，謝謝酈將軍。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地緣政治、美中之爭、戰略價值、強權崛起、小國生存，現在與未來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脈動，全球觀點。